今天又到了长胖的日子，非常开心。吃过那么多炒菜，今天才知道，原来炒菜界也有自己的海底捞。回国第一顿，这个菜的出品真的还挺牛的。之前就听说过这家店特别好，所以今天特地叫上了小梁一起来体验，生意还挺好的。来了还要排会儿队，不过这会儿可以体验他们家的免费服务，给面子就算了，我可能不太合适。小梁可以整个免费冰淇淋，还可以让小丑给你做个气球。餐前水果吃西瓜，在日本想都不敢想。第一口嘛，我们要先给小炒黄牛肉，这个菜真的可以证明这个店的水平。服务员专门说这个是大火直炒的18秒，进嘴就能感觉小米辣真的很有占有欲。黄牛肉很嫩，但不是滑肉的那种嫩，它应该是稍微抓了一点淀粉，让那个肉软嫩而不是滑嫩。小米辣的味儿特别足，你甚至可以用这个汤泡饭，那种鲜香麻辣就会停不下来。它那个油里面都是那个剁椒的辣味，然后是他家的东坡肉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是我喜欢的大坨。它这个酱已经把肉烧成了樱桃色，而且每一块都是方方正正的，咬下去的口感特别的软，而且它一大口吃下去也不会觉得很腻。它这个酱真的不是那种寡切，这就是有果香又有肉香那种甜味，甜中带甜，甜中带鲜，肥肉的部分还是入口即化。再来一坨，这个是梅菜干猪手，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东西，它就是特别的香糯，吃起来有点像那种干煸的做法，猪皮儿的地方会比较脆，然后它里面加了一点点剁椒，还会有一种温柔的辣味，就这样哭哭啃也很下饭。梅菜真的越吃越香。这个菜叫神仙鸡，好像是他们家的招牌菜，就是外皮酥脆的有点夸张，特别像刚好我的菠萝面包，可以听一下这个脆皮嚼碎的声音。它里面的鸡肉很嫩，有点像窑鸡那种水嫩的口感，吃起来有一种甜甜的味道，感觉是用来解辣的菜。他们家的菜在甜味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，它那个皮儿还不是炸鸡的那种脆，它是盐焗脆皮鸡的那种脆，好吃。然后是我觉得位于湘菜之首的菜，辣椒炒肉。湖南的辣椒炒肉里面是要放一些白木耳的，它和肉跟青椒一起吃会有一些脆脆的口感，跟我在湖南吃的湘菜是一个味道，特别的家常，就吃起来会嘶哈嘶哈的疯狂出汗。然后这个汤饭我特别的推荐，它喝起来是一股很浓的虾味，而且里面还是脆脆的炒米，它有一点像那个番茄锅的汤底，它在嘴里甚至有点像西班牙烩饭的那个味道，甜味浓郁的同时还能吃到海鲜。他们家的烤鸭也是师傅现场片的，仪式感不比专门的烤鸭店差，但是它的98一份，烤鸭的吃法真的真炖很多。我个人喜欢吃肥的，会先在面饼上面蘸一点蒜末，然后用鸭皮蘸白糖，它会甜滋滋的油爆爆的，再用肉蘸甜梅酱，就这样吃起来的口感和甜味都很丰富。鸭皮蘸白糖真的很好吃，肉香、油香和糖香，甚至还有一点点葱香，最后蒜末的辣味还会把油腻感压下去。我得再来一碗这个龙虾汤，它这个龙虾泡饭可以配合所有的菜。总的来说就是感觉他们家的每个菜都很正宗，主要是全程的服务真的很贴心，真不愧是炒菜界的海底捞。阿吉推荐指数8.5分。原来日本真的存在这种河豚全席。今天这家店非常的忙，直接把别人全家都端上了桌。这是他父亲，这是他姐姐，然后这是我。哇，其实真的要说日本料理的话，河豚跟寿司真的是我最喜欢的。然后现在正好不是也到了奥运会期间吗？那我们肯定是要吃点好的。又到了吃河豚的日子。这家店还是看羽生结弦的采访的时候看到，看服务员衣服就知道这家店很老。里面好像是和服，外面套了一个白色围裙。第一个前菜还是按照传统是河豚鱼皮，就是这个分量实在是太足了，挤上一点青柠檬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。碗的下面全是臭橙醋，夏天来一碗感觉比喝冰可乐还爽。然后第二个前菜是4个很可爱的小碟菜，这个是泡菜乌贼刺身。它里面加的是明太子呀，这个好吃哎。然后这个是河豚鱼冻，里面是鱼皮和一些煮熟的鱼肉，它还加了一些很爽口的醋，这个你们可能猜不到是什么，它是芥末大肠，它因为要压住那个骚味，所以加了很多的芥末，吃起来特别顶天灵盖的那个顶。然后接下来会有烤河豚，身上可能会留很多味道。说回下一个菜，就是河豚刺身，注意这个是1人份，不愧是老字号，轻轻的取上一片，放一根小葱，蘸一点红叶，再放一根这么粗的鱼皮，甚至你还可以放一块河豚肉，这个绝对是大户人家的吃法。卷起来之后再蘸一点点臭橙醋，软糯和 Q 弹的双重口感，感觉特别奢侈。接下来是一盘蒜香炸河豚，它还真的放了几个炸蒜在那儿，这是胸口的那一块，肉特别油但没什么皮，口感是外脆里嫩，不过油炸的话还是皮比较香。这真的就是鱼皮薯片了。吃完这个之后就把炉端上来了。これ全部フグですか？全部フグになります。皮になってます。こちら骨なしになってます。一只河豚身上真的会有这么多肉吗？我终于河豚自由了呀，姐妹们！先来一片没有骨头的，这个只能烤很短的时间，基本上第二面翻过来烤一下就可以了。你们看它卷起来的那个样子，现杀河豚就会有这样的效果。它上面是撒了一点调味辣椒粉，但它完全盖不住河豚肉的鲜味儿。里面是纯嫩的，带骨的这种会烤得久一点，反正就是从粉色烤成白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。这种带骨的肉更嫩，而且一点点孜然会把河豚鱼骨的那个香味衬托得更明显，啃起来特别爽。然后在你吃完之前还会给你上一碗粥，也是河豚鸡蛋粥，里面还有肉眼可见的河豚肉，再就这一块烤的河豚肉吃，就我对河豚的所有幻想都被满足了。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吃河豚可以吃撑。又到了最后高档餐厅的甜品，水果拼盘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亚。自从上次吃了那家法餐的鹅肝饭之后，现在整个人非常混沌，感觉一周不吃鹅肝那个血压就上不去，非常的不合适，所以今天又去找了一家好吃的店。又到了吃鹅肝饭的日子，今天我们也是来居酒屋，就是这家藏在日本地下富人区的店了。6です。さっき電話しました。这家店就是人太多了。6はどうですか？
啊，加克多大个的，我看了我是什么？其实这种店在日本都算是比较高级的居酒屋了，就是各种奇怪的日本酒它都有。我们的小菜是一杯玉米布丁，它是一种又甜又咸的布丁味。还好第二道菜就是我今天特别喜欢的一道菜，鸡汤炖牛舌，它这个也是煮到你一咬就能下来，在嘴巴里一顶就能摊开的那种程度，这真的好大。再搭配着上面那一坨山葵酱。牛舌里面吸的鸡汤几乎在往外喷，感觉自己分泌了一吨多巴胺，太爱了。下道菜是油豆腐包火腿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看到豆腐我就有一种生理反应。直接一口吧。但其实这个味道还挺好，就是有点难描述，很复杂。我觉得厨师应该是把火腿揉到了午餐肉里面，才会有这样的味道。口感是午餐肉，但是味道却是火腿，然后豆腐也会中和火腿的那个咸味儿，好吃哎。然后这个面也是我今天很喜欢的一个菜。妈呀，我发现我真的好花心，它是番茄香肠面，它那个酱里面还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，就非常的夏威夷。然后上了一份海胆烧麦，就是肉烧麦上面配了一个海胆。为了不让我的门牙碰掉那个海胆，我努力把嘴巴张到了最大，不过还算好吃。接着是黑松露寿喜烧盖饭，就一小碗，而且上面就一片肉，戳破蛋黄，那个黑松露的味道就跟坚果的味道差不多。用裹满了蛋黄的牛肉卷一片黑松露，是东京墨尔本的味道了。接下来还是牛肉，低温烤制的和牛，是烹饪和牛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，我们直接跳过吧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吃鹅肝饭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跟法式的鹅肝饭差别真的很大，上面是微甜的照烧酱，这个酱跟鹅肝里面的油水特别配。然后我个人觉得它的典型之笔是下面的白米饭，我第一次觉得米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，原来鹅肝也可以这么家常。实名推荐这个饭，吃完之后来了一份海鲜三拼饭，里面的鱼子酱跟海胆特别好吃，不过也就一小口。然后最后一道硬菜是卤猪排，带筋的那种，这个菜怎么不早点上啊？它菜单上面写的是软骨，但骨头可能已经被高压锅压坏了，真的是稀溜趴。最后的甜品是巧克力熔岩蛋糕，上面也铺了一层黑松露，这才是真正的熔岩蛋糕，非常满足的一天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看玩意儿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的逼是装足了的。我也总算体验到了什么叫大户人家吃的豆腐。我还想问，从什么时候开始豆腐可以这么张扬了？非常夸张。而且这家店很贵，但是又巨多人去甚至周董都来打卡过这家店，所以今天必须拉上姐妹过来看一下。我发现从这儿进去开始到整个院子都是这家店，牛逼啊！接着就是穿和服的姐姐会把你领到包间去，然后路上跟我讲了些我听不太懂的什么园林设计，走了半天才到我们的包间，然后就开始介绍今天的菜品。放眼望去，基本上就是各种菜配豆腐。第一个前菜就很精致，小姐姐也会跟你讲为什么会这么搭配。比方说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就是豆腐跟海胆，说是海胆可以衬托出豆腐的香醇不过确定没有说反吗？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像豆腐，它像蛋花，不过还挺好吃，主要还是海胆好吃。旁边是一坨红薯加一根炸虾，这个碗里面装的是葱、番茄和一片烤鱼，就越吃越饿。这个荷叶卷的东西更可爱，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三文鱼寿司，还有一点叶子的香味，就特别的清新爽口。接下来上了一笼烤豆腐，这个的吃法也很简单，就是直接卷着葱吃就可以了。最开始是咸甜口味的酱汁，然后就是烤豆腐独特的那个油香，而且它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嫩的豆腐，所以吃起来很有层次感。吃了油的东西之后再来一份生鱼片，考虑非常周到。这个白色的是血子，是一种鳗鱼的近亲，比鳗鱼的肉更嫩，不过味道会淡一点，所以更适合蘸酱油吃。刚才的生鱼片酱油里面那个是紫苏叶的花朵，没什么味儿，就是好看。这个好像是某种鲷鱼，蘸一点酱油特别爽口。接下来是一盘茄子，上面是萝卜泥和小虾，然后上面那个虾是甘甜的味道。茄子吸满了下面的汤汁，然后又是一个豆腐名物，这道菜叫豆水豆腐，然后这个豆腐巨扎实，厚实的不行。旁边那个小绿芽是纯菜，就整个这道菜吃完你会觉得很清凉，我其实还挺喜欢这个。接着终于上了一份荤菜，炭烤和牛，还不是煎的，一端上来那个烧烤味巨浓，特别香，淋上一点烤肉汁更好吃，表皮酥脆，但里面还是嫩的。然后又是一份主食，叫银鱼饭，就是镰仓那边的一种小鱼，煮熟之后就是白色，吃起来其实是一种草的味道，米里面是有油的。然后最后的主菜是一锅很浮夸的豆腐，那个白色的汤其实有一点像豆浆，但是比豆浆更稠，味道更浓。然后豆腐的口感特别好，先是 Q 弹，然后会一下化开，那个豆子的醇香特别美妙。最后的甜品还是豆腐，有点香草的味道，然后还上了一份枇杷果冻。最后我们吃了这么多，这家店总体来说豆腐确实很特别，但是值不值这个价格呢？你们说了算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